这是侦探推理迷绝对不能错过的一部高分经典神剧，由世界推理女王阿加莎的同名小说改编，剧情峰回路转，情节悬念迭起，不看到最后1分钟你能猜到结局算我输。好了，影片开始。故事发生在一个风景宜人的英国小镇上，报童像往常一样给居民们送报，但是今天的头版头条却让人感到非常意外。只见头条上写着：今晚的7点30分，莱德夫人家会发生一起谋杀。平时莱德夫人待人亲切随和，没有跟任何人结过怨。报纸上的谋杀通告到底是恶作剧还是一场真的杀人计划呢？镇上的居民们看到此消息都认为这是一个玩笑，因为小镇已经有10多年没有出现过杀人事件了。现在莱德夫人家一共住着6个人，他们分别是莱德夫人本人、莱德的老同学邦尼、莱德的侄子和侄女、管家以及租住在这里的租客菲利。他们看着报纸上的谋杀通告调侃道：今晚一定会有很多充满好奇心的人过来凑热闹。说完画面一转，到了晚上的7点15分，第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敲开了莱德夫人家的房门。来者名叫布鲁克，是一名上校，他谎称路过便进来打声招呼，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故意来这里凑热闹的。紧接着又来了2人，汉姆太太和他的儿子眼镜哥。最后到的人是金发妹艾米和她的闺蜜西装女。刚进门，艾米就调侃道：有没有人被杀？瞬间紧张的气氛就被她的幽默缓和了不少。转眼间时间来到7点29分，所有人都盯着时钟。然而就在这时，灯光突然熄灭，一个手拿电筒的男子推门而入，然后朝着房间开了几枪。此时人们才意识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恶作剧。缓过神之后，众人掏出打火机，发现正对大门的莱德夫人耳朵被击中，流了很多血，门口开枪的那个人也死了。死者旁边还有一把行凶的手枪，看上去应该是自杀身亡。看到这一幕，众人一脸懵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快警方就查清了死者的真实身份，死者是一名酒店服务员，刚来这个小镇不到2个月的时间。警方来到酒店，找到大堂经理，想要了解一下死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酒店里，警方遇到了马普尔小姐，通过询问，马普尔表示昨天他和那个服务员打过一次交道。他在入住酒店时发现服务员曾在他的支票上动过手脚，原本马普尔写在支票上的金额是7英镑，结果却被服务员偷偷在前面加上了一个1，变成了17。对此，马普尔认为服务员只是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人，他根本就不可能持枪行凶开枪杀人，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这样做的。说完，马普尔乘车来到金发妹艾米家。马普尔跟艾米的母亲是老朋友，他打算借住在这里查清这一切。与此同时，警方来到案发现场，也就是莱德夫人家。昨晚莱德遭到了凶手的袭击，这就意味着凶手将他定成了行凶目标。警方询问莱德是否认识那个服务员，莱德表示前不久他去那个酒店参加晚会时曾碰到过那个服务员1次，当时服务员对着莱德说道，他在瑞士当服务员的时候见过莱德。莱德的确在瑞士生活过1年，但是他对这个服务员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莱德声称在瑞士的时候他经常带着自己的妹妹到处看病，可最终妹妹还是因为病重死在了那里。正说着，突然警长在一旁的圆桌上发现了一条被烧坏的痕迹，并且边上的紫罗兰花也枯萎了。对此，莱德夫人的老同学邦尼表示，这应该是昨晚有人乱放香烟才把桌子给烧成这样的。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是推理女王阿加莎笔下马普尔小姐探案系列中杀人手法最为巧妙的一集，同时它也是凶手隐藏最深的一集。不看到最后1分钟，你绝对猜不到结局。案发的第2天早上，上校偷偷给汉姆太太拿来了2个西葫芦，在战争年代食物比黄金还要珍贵，看样子上校好像对这个汉姆太太有点意思。转眼间到了中午，众人约好了来上校家吃饭。刚进门就看到上校和汉姆太太的儿子眼镜哥正在吵架。随后马普尔询问上校对昨天发生的案件有什么看法。上校表示，服务员应该是觉得自己没有被重视，所以才跑去报复莱德。昨晚他以为自己报复成功了，于是便开枪自杀。说完，马普尔发现上校的右手一直在发抖，这是怎么回事呢？交谈结束后，上校回到房间，打开抽屉，发现里面只剩下了一个枪套。原来昨晚服务员用来杀人的那把枪是他的，可是上校为什么没有将此事告诉众人呢？难道说他和凶手有什么关系吗？与此同时，警方也来到了金发妹家进行调查。一番交谈过后，马普尔对着警探说道，案发时服务员推门而入，一只手拿着手电筒，另外一只手握着门把手。然而他是怎么开枪的呢？马普尔推测，当时一定是有人站在服务员的身后，开枪后服务员转身查看异常，结果被真正的凶手一枪打死了。接着凶手还将这一切嫁祸给服务员，让服务员成为了替罪羊。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凶手的目标就是莱德夫人。可是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调查结束，警探又来到了案发现场莱德夫人家，众人正要出门，然而就在这时，莱德的老同学邦尼忘了什么东西，想要回去取，结果不小心走错了门。询问之后才得知，原来这2扇门的背后以前是2个独立的卧室，后来这2个卧室被打通，他们就把其中的一道门给封死了。邦尼声称这道门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打开过了，可警探发现门轴刚被上过油，这道门近期就被谁打开过。此时警方也彻底明白了凶手的作案手法。
案发时凶手一定是通过这扇门绕到了服务员的身后，然后向莱德夫人开枪的，弄清了作案手法。那么凶手为什么要设计杀死莱德呢？经过询问，莱德表示，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成为超级富豪，因为他曾给一个金融大亨做过20多年的秘书。那个金融大亨没有孩子，去世之后财产就全部转移到了大亨妻子的名下。大亨在遗嘱中曾这样写过，当我的妻子去世之后，所有的财产都由莱德继承。现在大亨的妻子病重卧床，随时都有可能死去。说完，警方立即询问莱德，如果昨天你被杀死了，那么谁将会获得那笔遗产？莱德想了想，然后说道，金融大亨还有一个妹妹，因为不听话嫁给了一个无赖男人，所以跟哥哥的关系彻底闹翻，因此大亨的遗嘱中也就没有他妹妹的名字。但是大亨妹妹后来生了一对双胞胎，如果我死在了大亨妻子的前面，那么这笔遗产应该会被那对双胞胎继承。说完，警方推测这起谋杀的幕后凶手很有可能就是那对双胞胎，目的就是想获得那笔巨额遗产。可是没人见过这对双胞胎到底长什么样。为了弄清楚这一切，警探赶紧乘坐火车去到了大亨妻子家，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对双胞胎的照片。与此同时，马普尔在咖啡厅遇到了莱德夫人的老同学邦尼。经过询问，邦尼表示他和莱德还有莱德的妹妹都是小学同学，但是他们从小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说完，邦尼还提起一件事，然而正是因为此事，最终马普尔才明白了所有的一切。邦尼表示，案发时他清楚地记得房间里摆在桌子上的台灯是牧羊女造型的，可第二天就变成了牧羊男造型，这是怎么回事呢？正说着，莱德夫人走了过来，她声称明天是邦尼的生日，想要邀请马普尔一起过来。转眼间到了第二天，马普尔来到莱德夫人的别墅，谈话间他注意到了那个牧羊男台灯，并且还看到了桌子上那条被烧焦的痕迹。随后到了晚上，所有人都来给邦尼庆生。晚餐时间，上校又主动提起了昨晚的案子，看来他想尽快找出幕后凶手。紧接着在上校的要求之下，所有人还原了当时的站位，金发妹艾米站在门的后面。案发时，凶手将门打开后用手电筒扫射了一下房间。上校认为站在门后的艾米可以顺着灯光看到屋里的所有人，当时谁没在屋里，谁就是凶手。说完，艾米努力回想着昨晚的情况，可是怎么都想不起来。另一边，警探也来到了大亨妻子的住所，在一座私人城堡里。经过询问，大亨妻子表示他这里并没有那对双胞胎的照片，所有的资料文件在战争开始时就被烧毁了。说完，画面一转，眼镜哥的母亲聚会结束出来时，在门口碰到了喝醉酒的上校。上校对着他说道，昨晚凶手用来杀人的那把枪是他自己的，他把枪放在抽屉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给偷走了。上校知道警方迟早会通过那把枪追查到他的身上，于是他才这样心急火燎的想要尽快找出真凶。转眼间到了第二天，警方真的查到了上校的身上。原来上校是因为在部队里犯了错，才被上面给踢出来的。原因是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朝自己的下属开枪。随后警探拿着枪找到上校，经过询问才得知，原来上校没有第一时间承认枪是他自己的，就是害怕警方查到他是被部队给踢出来的这件事。他喜欢眼镜哥的母亲，担心眼镜哥母亲知道此事后会看不上他。调查结束后，画面转过，莱德夫人给邦尼送早餐时，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回应，于是开门一看，结果发现邦尼已经被人杀死在了房间里。与此同时，警方找到了一封莱德夫人写给他妹妹的信件，并将信件交给了马普尔。随后马普尔通过信件分析了一下莱德与他妹妹的性格特点，接着还把所有线索写在纸上重新梳理了一遍。看着眼前的台灯，突然间他明白了所有的一切。只见马普尔将水倒在了旁边裸露的电线上，电线连接着台灯，就这样因为短路，瞬间整个房间就断了电。此时马普尔也终于明白了谁是真正的凶手。转眼间到了第二天清晨，艾米正在准备早餐，突然间她想起了案发时不在房间里的那个人是谁了。她赶忙冲了出去，想要将这一切告诉自己的闺蜜西装女，可因为雨下的太大，闺蜜根本就没有听到她的呼喊声。没办法，艾米只好先收衣服，准备等会儿再说。然而就在这时，一个神秘人突然从背后冲出，用绳子死死地勒住了艾米的脖子。就这样没过多久，艾米就倒在地上，彻底没了呼吸。随后马普尔在窗户边看到了艾米的尸体，立马冲过去查看，结果还是晚了一步。马普尔痛哭流涕，伤心不已，他已经等不及要公布凶手。随后他将众人召集在一起，二话不说直接公布了杀人凶手就是莱德夫人，然后便开始了自己的推理。马普尔对着众人说道，我看过莱德写给妹妹的信件，得知莱德的妹妹是生了一种甲状腺的疾病，导致脖子肿大。当年莱德和他的妹妹一起去瑞士看病，妹妹做了一个小手术，在脖子上留下了一个伤疤。马普尔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女人说道，当时在瑞士死去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莱德的妹妹，而是莱德本人。而你的真实身份呢，其实就是莱德的妹妹。姐姐死后，你就冒用她的身份搬来了这个小镇，这个小镇的人都不认识他们，只有那个酒店服务员在瑞士的时候见过他们一面。那个金融大亨是个非常有名的人，大亨的妻子死后，继承遗产的事一定会被媒体大肆报道。莱德妹妹担心服务员会看到，怕服务员到时候会拆穿她，于是想了这样一个计划，
准备将服务员杀死。他花钱雇服务员，说是假装来一场恶作剧，可没想到这其实就是一起针对服务员的谋杀。接着，马普尔继续说道：“邦尼曾这样说过，在房间熄灯之前，他看到莱德手里拿着的是一个插有紫罗兰鲜花的花瓶。原来，案发时，妹妹拿着花瓶，趁大家都盯着钟表时，她将花瓶里的水倒在了提前磨破皮的台灯电线上。就这样，电线短路导致整个房间断了电，桌子上也留下了那条像是被香烟烧坏的痕迹。随后，妹妹将牧羊女造型的台灯换成了牧羊男的。桌上的紫罗兰鲜花也因为缺水彻底枯萎了。断电之后，妹妹打开那扇封了多年已久的门，绕到服务员身后，开枪杀死了他，然后回到原位，用刀划伤了自己的耳朵。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妹妹杀死老同学邦尼是因为邦尼在调查中渐渐发现了他的不对劲，而杀死艾米呢，是因为艾米回想起了案发时不在房间的人正是妹妹本人。马普尔眼含泪水说着这一切，然而就在这时，艾米的闺蜜突然冲出，一把扯下了妹妹戴在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妹妹脖子上的伤疤也彻底露了出来。事已至此，妹妹也不再狡辩，承认了所有的一切。最后，警方将她带走，隔天就判了死刑。好了，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喜欢阿婆作品的，点个赞，关个注，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